不是先回宅院了吗？不希望我来，难不成想让沈惊鸿送你回去？王爷，谁人不知沈兄心系公主？你怎么这样的粗野痴？谁叫有些人总不把我放心上？哪有？明明很放在心上的。哎，对了，王爷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你今日跟我说的那些话，都是真心的吗？那烂桃花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说呢？我说。哦，我明白了。王爷，您这是在说您自己呢？您不就是我的桃花吗？王爷，王爷。我想起来了，想起什么？那天在猎场，我对你，想什么呢？我只是看你头发有点乱。王爷，我以为您真的想起来了，没想到竟是糊弄人呢。我只恨我没有早些想起来。若早些想起，我们或许能少走些弯路。火气这么大呀！你为什么要去找穆周华道歉？为什么？明明是他对不起我，是他抢了我的心上人。你说话呀！你出去！你不是我哥，你偏帮别人。明月，我与穆周华本是一甲同科，素来交好。他与定王之事，为兄不予置评。但改节之事，你确实不应该告状。你是在怪我了？穆周华为官为人都尽善尽美，他是实实在在的好官啊。云云，你能不能别再惦记那镜中花水中月了？哥，你与嫂子幸福，你体会不到我这种被剜掉心头肉的那种痛。那勉强有意义吗？云云，这种痛时间久了，自然会淡去。陆院士，王爷，穆大人总算回来了，老夫已经等候多时了。陆院士可是找到了跟雪晨的有关的线索？正让穆大人说中了，老夫在太医院好了一天，真查到了，确实还有一颗血沉丹。啊，在哪里啊？在公主那儿，
当时陛下还是太子，陛下怜惜公主幼年丧母，怕她留在定京会触景伤神，便将她送到镇国大长公主膝下教养。后来，公主要出嫁了，大长公主便将自己仅有的血尘丹赐予她，以作天妆。好，我这就去找公主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沈兄，咱们今晚还真是有缘啊！是。但是旧东夷的收购储备已然要开始准备了。等到天凉了就来不及了。奴婢明白，公主，事情交给奴婢就行，您就先回府休息吧。本宫没事儿。风寒犯肺不过是权宜之计，公主，这是治标不治本呐，您还是应该好好的听医嘱，吃药休息才是啊。公主，我是遇到一件棘手的事情，我想求您帮忙。什么棘手的事儿？本宫定全力帮你。若是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，你也尽管开口。多谢公主，多谢沈兄。公主，我是想来求你手上的那颗血尘丹，去救一个人。血尘丹？这都是多年前的事儿了，你若不问，我都要忘了。只是，你那个朋友怎么了？是受了重伤吗？我这个朋友，其实也不算朋友，但是这个人他伤得很重，只有血尘丹才能救他。而且，如果他醒了，想来也会是一个意外之喜。若能救人一命，区区一颗血尘丹，又算得了什么？谢谢公主。王爷，没想到公主这个血尘丹真的很灵。这薛将军刚一吃下去，就有效果了。你喜欢这里吗？当然喜欢啦。以后，这座宅邸就是你的了。这是钥匙，以后这里的一切便听由你处置。那这宅子里的人也归我处置吗？你想如何处置就如何处置。王爷，这是我外祖父的书。没想到我外祖父被抄了家，还能留下书来。恭喜你啊！当年你外祖父被升为太医院长院，医术冠绝一时。传闻他有不少精妙医术，
说不定你这书里就有。这束杏花，物归原主。这是我阿娘的手帕。这画应该是我阿娘小时候画的。看来外祖父真是疼她，任由她在医书上随意涂画。不对，那块手帕。这手帕有何不对？王爷，不是手帕，是这上面的杏花。小七，小七，过来！你干什么呀？太危险了！阿娘，我把你最喜欢的手帕掉到水里了。傻孩子，手帕哪有你重要啊？可是阿娘，这个手帕不是外祖父送给你的珍贵礼物吗？小七才是上天送给阿娘最珍贵的礼物呢。来，给我。哎，阿娘，这个手帕泡在水里这么久，为什么都没花呀？因为呀，它是用一种药水画上去的，所以是不会花的。哇，好厉害呀！阿娘，你会配这种药水吗？我也想要。阿娘以前会，可现在，阿娘也不记得了。好看吧？王爷，您之前说，我外祖父之所以被抄家，是因为有人想借云妃娘娘之死掩埋证据。这手帕上的杏花画得如此潦草，一看就是匆匆画上去的，而且用的还是遇水不溶的药水，为的就是长久保存。而我阿娘，她对过去的事情根本不记得多少，却偏偏对这杏花记忆深刻。你是说，这手帕许是你外祖父在抄家前夕，为了交代什么，匆忙画上去的，又特意嘱咐你阿娘妥善保存？没错，我阿娘对这块手帕如此重视，又对这棵杏树记忆深刻，想来肯定是外祖父特意强调过什么。王爷，这是报嬴政用的羊皮绢，肯定是我外祖父留下来的。王爷，你看，傅某研制还阳散，意在激发病患生机，然此药药性霸道刚猛，适得其反。本欲销毁药方，却被皇后周氏制止。后云妃娘娘难产血崩，傅某奉命救治，惊觉乃还阳散所致。傅某自知在劫难逃，留书于此，只盼有朝一日真相大
败于天下。原本以为他是怕我功高震主，威胁皇兄的地位，才对我痛下杀手。如今看来，他对我竟无半分母子之情，从始至终都是逢场作戏。王爷，我母妃苍梧军的3万将士，云翔月，甚至还有你，他人的性命，我南辰的江山社稷，在他的眼中皆是儿戏。若不是因为这封遗书，也罢，让本王彻底对他死了心，绝了念。王爷，天理昭昭，那些做过的错事，有过的冤结，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回到我们的面前。您追查的拒马河一案，也一定会有结果的。薛小棠，薛将军，看来你是认出本王了。5年前，拒马河畔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薛将军，你准备逃避到几时？是你现在可以装聋作哑，可以后呢？你打算一辈子躲躲藏藏，一辈子提心吊胆，一辈子见不到柔家公主吗？娇娇，什么风景看得如此入迷啊？见过父皇。哎呀，你我父女又无旁人在，无需多礼。父皇，这里风大，要不然我陪您回屋去吧。父皇好不容易得空出来透透气，你却偏要把父皇往回赶。那皎皎陪您在这儿待上1刻钟。你呀，明明不用奔波，却非要陪父皇来次辛苦。谁让父皇总是不好好吃药的？可是最近身体又不适了。没有啊。那这药瓶？这药瓶原本装的是血沉丹。血沉丹？就是你皇叔之前服用过的救命药。我记得应该是最后1颗了，要给谁呀？皎皎也不知，是木郎中的一个朋友。穆卓华，你倒是慷慨。皎皎视他为挚友，他开口向我寻药，我能帮，自然是要帮的。真是善良的好孩子呀，和你娘一模一样。父皇，这样也好，这良药再好，若不能救人，也是分毫不值。是啊，若是苍天有眼，让那个人活过来，
也不辜负皎皎的一番苦心。薛将军，你知道救活你的血沉丹是谁给的吗？谁？是柔嘉公主。她跟我说，一定要救活你。虽然她并不知道那个人就是你，她还说，若是她的未婚夫婿在天有灵，一定会心怀甚慰的。薛将军，你知道吗？柔嘉公主，她以为你死了，大病了一场。你要是这么继续藏匿下去，岂不是要她一生都无法释怀？你当真就不想光明正大的出现在她面前吗？5年前，大军开拔的前夕，太后突然召我秘密觐见。你马上就是哀家的孙女婿了。定亲之前，哀家有几句话要嘱咐于你。太后请讲。定王非哀家所出，仗着军功在手，将苍梧军收为己用不说，还对陛下生出了异心。定王怎会如此？这其中定是有所误会。有没有误会，哀家心里清楚。你要做的便是帮朝廷铲除乱臣贼子，将他永远留在战场上。届时你有了赫赫战功，好回来迎娶柔嘉。遵命。凭借此令牌，周家人便可为你所用。随后，我找到了袁成明，我跟他要的你那仙君图。袁副将，赤胆忠心，你是不是使了什么手段？我与他妻女相携，他为保妻女性命，只得同意。我本以为可以回到定京，与公主成婚，跟她一起白头到老。可是事与愿违，还险些赔上了这条命。我奉太后之命，带领周家的人一路追杀袁成明。为了避免暴露，我特意带上了备粮、特殊的武器银爪钩，眼看就要成事，却不料
皇家暗卫突然出现，你中了游走针，为了自保性命，就自断一臂。没错，就是游走针。我带去的几乎所有人，都死于游走针的剧毒之下。那些皇家暗卫是陛下派的。如果是太后派的话，不会连周家的人一起灭口。他们母子连心，做儿子的自然要替母亲善后。他不只想护着太后，还想保护我。皇兄，他希望我能息事宁人，以免我与太后针锋相对，不死不休。王爷，宫里来人了。来得正好。定王殿下，酒菜已备齐，太后特让奴婢出来迎接。你们2人跟我进去，在偏殿等候。是。儿臣参见太后。雅儿来了，坐。谢太后。看你脸色不太好，可是最近身体又不适了。来，多吃点，都是你爱吃的。多谢太后。上一回和您单独用膳，似乎已经是10几年前的事了。这是流光易逝，哀家还记得你刚抱到哀家宫里时的情形。整个人小小的，裹在襁褓里，谁有这么大？你人虽小，但是哭声却响亮得很。当时有3个乳母照看着你，你却总是哭闹着不肯睡，哀家没办法，只得自己带着你睡。你这才安生下来。儿臣听说过，有时睡不安稳，是太后整夜的哄着儿臣，以至于那段时间您都形容憔悴，人也瘦了一圈。唉，你一生下来就没了娘，哀家自然是心疼你的。太后抚育之恩，儿臣铭记在心。哎呦，你看你这孩子，好端端的，怎么行如此大礼？为人父母尚且不易，
更何况，儿臣并非太后亲生，所以这份恩情，儿臣定会记在心里。你记在心里就好。哀家知道你孝顺。哎呀，这药喝了这么多年，还是没什么起色。父皇，吃个蜜饯吧。果然，娇娇给父皇送的蜜饯比旁人送来的好吃一些。哎，娇娇，你有心事啊？女儿只是想起了皇祖母，她一个人留在宫中，会不会觉得孤单？母后说她年纪大了，不爱折腾，这也拗不过她。父皇不必担忧，皇叔不是也留在定京吗？他可以就近照顾皇祖母。这倒也是。父皇，没事儿。父皇只是有些挂念你皇叔的身体。怎么吃的这么少？可是慈明殿小厨房的手艺退步了。儿臣这些日子总在喝药，一直也没有什么食欲。你呀，该有个知冷知热的人照顾你了。等你回封地后，哀家才能放心。太后想要让儿臣去封地？你不是心仪那穆卓华吗？正好他是江南人，就在你的封地里。等你二人成婚后定居江南，岂不是逍遥自在？燕儿，哀家待你如何？太后待儿臣视如己出。陛下待你如何？手足之情，血肉之亲。哀家知道你素来知恩图报，明日你便要离开了。今日，哀家就为你践行。来人！陛下，你有何吩咐？准备车马，朕要提前回宫。陛下，快去！老奴遵旨。父皇，女儿担心您的身体，让我陪您一起回去吧。也好，那就一起回去。燕儿这等不给哀家面子，儿臣不敢。只是儿臣似乎在这酒里闻到一股异样的味道。是吗？哀家怎么没有闻出来呀？
那可能是儿臣闻错了。不过，太后是否听到过一种叫还阳散的秘药？有药到病除、起死回生之效。世上还有这等灵药，哀家倒是从未听说过。太后没听说过？不会吧？此药出自于太医院。说不定您就接触过呢。太后是真不知道还阳散，那我的生母云飞当年是怎么死的？妍儿这话问得好生奇怪。云飞妹妹当然是为了生下你难产而死的。可傅盛如的绝笔信上不是这么写的。什么绝笔信？谁知道是真是假呀？那当年拒马河之败，又是怎么回事？雅儿莫不是昏了头？上战场的是你，可不是哀家。你手下人勾结外敌，背叛南臣。陛下和哀家没有追究你御下不严之罪，已是宽宏大量。你怎么还敢来质问哀家？看来太后是想装糊涂，装到底了。哀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太后料定死人不会说谎，既然如此，要不我们听听活人怎么说。何人如此大胆？太后，这位可是您的故人，难道您当真不认识？你是薛孝堂，见过太后。太后，薛孝堂这个名字，您不会也忘了吧？薛孝堂曾是柔家的未婚夫婿，哀家自然记得。可他已经死了5年。若不是太后在5年前的一道诛杀定王、覆灭苍梧军的密令，薛孝堂也不会前去送死。太后做过什么？这下可都记起来了。流言，哀家对你多有容忍，不料你却得寸进尺，竟不知从哪里找来这么一个面目全非之人，便想构陷哀家。来人，给哀家拿下这2个大逆不道的贼子！太后不妨猜猜，一会儿进来会是谁的人？你。
后和眼帝都在聊什么呢？皇兄，俊儿，陛下不是去行宫休养，怎么这么晚突然回来了？突然想到有一些重要之物未拿，所以回来取。胡闹！有什么东西忘了带？不能让太监宫女回来取吗？怕他们来取，母后不给。母后，朕和眼帝有重要的事情商议，先行告退了。都给我站住！既然已经回来了，干嘛着急着去取啊？刚好陛下也在，一同为定王饯行。母后，你答应过朕什么？太医说过你不可动气。皇兄，来人，速传太医。不必了，不劳母后费心了。你这是什么话？你口口声声让朕不要动气，可你想过没有，朕这气是从何而来？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什么都瞒不过上苍。陛下病的都开始说胡话了。太后，你以为皇兄是为了谁？那哀家又是为了谁？都为了儿子，对吧？陛下若不回宫，他此刻就已经死了。陛下立功，定王暴毙，他本就患有旧疾，世人不会怀疑是你做的。太后，您终于承认了。是哀家做的又如何？你早该死了。30年前，若不是云飞剖腹取子，该死的是你。5年前，若不是嗔儿救你，该死的也是你。你为什么不死？他是朕的弟弟，也是你一手抚养长大的儿子。这么多年来，难道你对他就没有一点点亲情吗？没有。我为什么对他有亲情？他母亲抢走了我的丈夫，他好不容易死了，可是你父皇还想随着他去。若不是为了让先帝活下来，我根本不会留下他。所以父皇一驾崩，你就迫不及待地想置眼帝于死地。当年他才6岁，你怎么忍心派人把这么小的孩子推入寒池之中？菊儿，你是我的儿子，你为什么事事都想着他？在这世上，只有我们母子2人相依为命了。你们父子，还有嗔儿，你们一个个的都想着他。我做这些，难道我做这些都是为了我自己呀？
是穆好，就算你心中真有恨，可云飞死了，父皇也死了，这燕帝是无辜的。穆好，啊！我就活该，我就活该受这些罪吗？我本来是有丈夫的，他走的时候只留给我一句话，让我照顾好刘岩。然后他走了，他解脱了，去找他心爱的女人了。我视他为夫君，可在他心里，我只是一个皇后，从来都不是他的妻子。若你真的爱父皇，那就不该杀了他最在乎的人。最在乎的人死了，他也要跟着一起死吗？这世上除了爱，就没有别的了吗？我那么爱他，可是他死了，我却还要活下去，背着他的责任活下去。我不但恨他，我还看不起他。娘娘，救命啊！娘娘，父亲多次派人让我动手，如今他临盆在即，也是最后一次机会。陛下那么爱他，若是他的儿子生下来，那取儿的太子之位岂不是？可我和他毕竟有些姐妹情分，我又怎么忍心下手？一想到父亲竟背着我用了傅盛儒的药，元妃死了，我便彻底走上了不归路。你痛恨先帝与云妃也好，迁怒我也罢，但是你万万不该因一己之私葬送我3万将士的生命，动摇我南陈之根本。无论如何，今日我要为那3万亡魂讨回一个公道。你有证据吗？空口白牙就想构陷哀家，简直是大逆不道！太后，您难道连自己的令牌都不认识了吗？谁让他们都是你的人？他们都是因你而死。
哀家得到了你的新军图，正苦于送不出去，可天助我也！薛孝堂抓住了一个北凉暗探，行军图还是到了北凉人手里。你说，这是不是天意？母后，收手吧。事到如今，哀家若是收手，刘演便会放了哀家吗？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永除后患。那你大可一试。不必试，你们的人都让朕给撤了。当年，朕就是害怕看见今日这种局面，所以派出暗卫，把知道真相之人全部灭口了。朕不是一个人君，只是一个自私卑劣之人。为了保护至亲的亲人，就只能拿起屠刀，杀害无辜之人。母后，你和燕帝都是我最重要的亲人，我不能看着你杀燕帝，可以不希望燕帝知道真相之后来找你复仇。母后，燕帝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啊？他杀害了我的母妃，还害死了这么多人。那些人的鲜血和仇恨，都在我的血液之中流淌。我能原谅吗？我凭什么去原谅？皇兄，你去问问那些已经死去的人吧。是啊，我有什么资格阻止你们的仇恨？皇兄，菊儿，皇兄，菊儿，菊儿，菊儿，皇兄，菊儿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呀？我去叫太医，我去叫太医。来不及了。燕帝，南辰，还有朕的儿女都托付给你了。放过母后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。菊儿，皇兄。
公主。公主，公主！我从来没想过，有一天我还能光明正大的见你，将你拥入怀中。我以为这是梦中才会发生的情形。 放心，这不是梦，我就在这儿。你以后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，因为太后已经全部都装。定亲时你说过，愿为我舍弃生命。此刻，我便如你所愿。谢谢你这些年为我所做的一切。 这些年，你与太后狼狈为奸，不知坑害了多少无辜性命。如今落得这个结局，也算是死有余辜。王爷，王爷怎么样了？快来人，快救驾！大殿出事了，快去救驾！救驾！大殿出事了，快救驾呀！有人来了，这要是被戴克征召，王爷这弑君之罪，有口难辩。大殿出事了，快救驾！快救驾！救驾！ 陛下，太后，陛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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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驾崩了！ 陛下驾崩了！父皇，父皇！
王爷曾说过，慈明殿后花园的水是活水，连通着护城河，有夜色的掩护，我们算是脱身了。雀儿，雀儿，皇祖母，父皇已经去了。你放肆！哀家的菊儿没死，没死。皇祖母，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父皇已经去了，是被您害死的。你大胆！你放肆！父皇是被您害死的，皇祖母。好啊，原来你以前的乖顺都是装出来的，哀家真是看走了眼。孽障，佩兰，给哀家把这个孽障拖出去。参见公主。你们，皇祖母，您最倚重的佩兰，其实是我的人。你不是周家旁支的孤女吗？我一直都是积善堂的人。当年若不是公主给我一个容身之处，我早已化身白骨了。你先退下吧，让我跟皇祖母好好的说说话。是。你这个孽障！你想干什么？哀家要怎样？要刺死我吗？皇祖母啊，你真是一如既往的狠心。不过也是，你若不狠心，又怎会谋划让皇叔死在拒马河的战场上？怎么？觉得我不应该知道是吗？皇祖母，
您自以为您是执棋者，殊不知，您只不过是我手中的一颗棋子罢了。您还记得北凉的暗探吗？是你？难道是你故意把北凉暗探的消息透露给哀家的？是我。我利用寄善堂的情报网，发现了北凉暗探的线索，告知了薛小棠。不然你以为你可以这么轻易地让皇叔元气大伤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您说呢？这5年来，您不会一直在做噩梦吧？梦见那些冤魂在向你索命？在您的梦里，可有杏儿？怎么？您忘了？可杏儿的女儿，却记得清清楚楚。皇后，太子回来后会不会怪罪？只不过是死了一个贱婢罢了。他会明白，比起蝼蚁，世家的权利才是最重要的。是。当年您为了巩固父皇的太子之位，为他迎娶高门贵女，你迎娶便是了。我母亲碍着您什么事儿了？就因为她得宠，您便要狠心杀了她？那个柜子又窄又黑，我不敢出声。母亲舍命护我，我又怎能辜负她的一片苦心呢？皇祖母，是你让我明白，权力有多么的重要。只有站在高处，才不会被人欺凌。可那时候的我，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。父皇怕我惨遭毒手，让皇姑祖带我去了江南。娇娇，皇姑祖带你到江南去，那里山清水秀的，比定京好玩多了。天春，来，乖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抓那把土吗？什么故土难离呀？我是为了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，这里有我的仇人，我要回来报仇。
让世人如草芥，欺凌弱者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我借助皇姑组的势力，开设了积善堂，帮助了很多跟我一样可怜的人。当他们呼我为神女转世的时候，我更加坚信，我要成为这个国家的君王。我要救助更多的人，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。不过我从来没有忘记为我可怜的娘亲报仇。父亲即位后，迟迟未召我回京。登上那至尊之位，他怕是早就忘了有我这么个女儿了。于是我只能自己想办法。所以，我写了一封信，连同那把土一并寄回。一别多年了，我如此想念定京的亲人，他又怎好拒绝我这个做女儿的如沐之情？你应该还记得吧？佩兰就是那一年来到您身边的。护国寺后山的毒蛇是我放的，为的就是让佩兰救你于危难之中。你疑心如此之重，又向来看不起穷苦人家，所以我只好给他编造了一个周家旁支孤女的身份。你果然就放心地把她留在了身边。如此一来，我在您这儿便有了眼线。但凡您有什么异动，佩兰都会告诉我。皇祖母，您为了稳固父皇的皇位，真是不择手段。既然想趁着皇叔征战北凉之际，让他死在战场上，不过还是要谢谢你，我正愁找不到机会向您复仇。听说薛孝堂一直爱慕于我，果然，我只是略施小计，他便上钩了。周家对他还算满意吗？根据积善堂的情报，我了解到薛孝堂一直与你跟周家狼狈为奸，肮脏的交易从未停止过。只不过这一次，你们的筹码变成了我而已。在听到我母亲惨死在你手中后，她心甘情愿成为我手中的刀。太后今日传我入宫，让我诛杀定王，不得留在战场之上。他告诉我，你想杀害皇叔，让3万大军陪葬的阴谋。可是你没有方法将行军图传给北凉，因此我只能助你一臂之力。积善堂发现北凉暗探以后，我压下了此事，暗中告诉了薛孝堂。果然，你以为有天助你，行军图顺利地交给了北凉。而薛孝堂也答应我，在事情结束后会指认你的罪行。到时候，就算父皇再想护着你，叛国的罪行也是难以粉饰过去的。若不是你罪孽深重，那3万将士怎么会死？凭借此令牌，
周家人便可为你所用。原本这一切全在我的掌控当中，没想到，可惜啊，父皇为了保护你，竟然派暗卫劫杀薛小棠，把你的罪行掩盖得干干净净的，不留一丝痕迹，而皇叔也绝处逢生。打算落空，我只好先回到江南蛰伏起来。我借着给薛小棠守节，不想触景生情的你，又回到了江